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还有在座的师兄师姐、全球的家人们，大家下午好。那今天这个正宗师兄讲到说92125年8815年，那事实上今年呢是高雄气爆10年2014年，那现在是2024年那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惊天动地的那个晚上在2014年的7月30号晚上的11点55分，要跨8月1号，大地在瞬间就这样的一个爆炸，然后整个瞬间，所以那一夜高雄整个前镇还有苓雅区整个石化冲，因为工业化的关系气爆炸，死伤非常的惨重，这一整条的大马路就炸成了一个大壕沟。那所以上人总是讲要走在最前，坐在最后8月1号的凌晨，所以11点55分爆炸，所以凌晨，也就是说慈济人其实在第一时间，志工马上上百个人就已经到16家医院去关怀伤者，而且为救难的人员就马上去送热食，到殡仪馆去为罹难者助念。我想这个都还不是在指挥中心启动，就是慈济人马上有一个这样的行动。早上7点，就8月1号早上7点，花莲本会就成立了气爆事件的指挥中心，开始协助人力还有物资的一个调动。所以8月1号就是隔天早上的志工早会，上人说晨雨下来，就经师晨雨下，第一个听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惊天霹雳的消息。那马上看到的就是慈济人从凌晨开始就启动做关怀，送茶水、送饮料、抚慰。那知道送到医院的慈济人就去一一抚慰，当然就是每一个有需要的慈济人都是千处祈求千处行。上次说看到这样的画面真的心都碎了，不只是受伤的人身体痛，还有生命的危急，也看到家属那样的一个悲痛当然也有可能找不到的。所以不到2个星期前，各位，那一年2014真的是一个非常多灾难的。不到2个星期前，复兴航空的空难，慈济人也是很忙，好不容易才告一个段落。那可是你看这样子，不到2个星期，大概10天的时间马上又来这样一波大的灾难。11点50几分要跨过8月1号，突然一声震动，不知道要如何来发，因为太大，它是整条，不知道怎么来发挥这样子一个抚慰的作用。那我们也来回顾一下，2014年总共有4架飞机海内外掉下来，包括那个马航，所以好多的全球慈济人都在动。复兴航空在台湾是复兴航空澎湖的一个空难，他在湖西县西溪村坠毁，40多个人罹难。澎湖的慈济志工马上就启动关怀。那7月24号，就高雄的志工就到澎湖去协助当地，因为澎湖的志工比较好，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关怀的活动。所以在那个时候，2014年7月25号，你看7月25号上人还在讲复兴的这样的一个空难，可是8月1号就是高雄这么一个大的气爆，所以是同时这2条线是并行。上人说我们要用虔诚的心为生死关头奋斗的人祝福，为往生者祈祷，希望亡者临安，期待生者节哀。心再苦，千呼万唤唤不回来，再怎么悲与痛，也只会伤害自己的一个身心所以对亡者一点帮助都没有。上人就是在对生者说，既然因缘已了，但愿他舍此投笔，安安心心在别人家里得到满满的疼惜与爱护。希望家属尽量做到生者心安，亡者临安。这2句话其实安慰到非常非常多的人。所以我们来看说，7月25号上人还在讲，还在对生者亡者做这样的一个祝福与安慰。可是这个7月31号这样的高雄气爆，然后8月2号高雄志工呢就开始，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做这样的一个启动关怀。这一次的大水，刚刚我们高雄志工在讲的，其实10年前他们就已经是大街小巷这样的去做关怀，13条路线开始去做房屋的毁损评估、助念抚慰，也带上上人的慰问信、祝福金、慰问金到医院、到殡仪馆去慰问。所以8月2号志工早会上来说，早会过后呢，就跟高雄的菩萨连线，那杜龙董还有呢林景游师兄，还有所有的核心组队一起，
上人告诉大家，第一个就是要了解这个地区的菩萨们、志工们的安危。第一个就住在当地的有没有人有危险，一一的要打电话找人。然后呢，大家志工本身住在那里的房屋多多少少也会有影响，但是大家没有顾自己的家里，及时的投入做救灾的工作。凌晨2、3点救灾救战的人那么多，他们的反应就是赶快准备水、点心，及时去付出。那政府把避难的人先安顿在中正高中，慈济人一接到讯息就动员赶快去中正高中的这样的一个体育场馆，马上动员去清扫整理。当然那时候还没有我们这种所谓的福慧隔屏了，就先帮他们做整理，让他们有一个，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有福慧床，让他们有一个舒适的地方可以休息，可以度过这个难熬的夜晚。那福慧床送到，也看到仁医会也很快就进驻到收容所去守护当地的民众。那一大早，所以我们看到简守信院长、赖林森院长、赵有成院长全去了。林执行长他就说，这个院长们全部带着医护人员直接就往高雄走，去发挥医疗置业的大爱，这个就是大家齐精神。所以从8月3号一直到8月17号，实际在高雄的中正高中、福康国小还有一民高中，我们就办了3场的戒圣虔诚弥灾会的祈福会。其实最重要是受灾，还有受惊吓。财产还照其次，因为这个事情是一个公安，它牵扯的问题是很多，所以慈济要做的其实是要安大家的心。那这样的一个祈福会呢，由我们的常住师父还有志工带领乡亲祈祷，对罹难者祝福，也向警察还有警消人员致上最高的敬意。8月4号志工早会上来说，昨天晚上我们在中正高中的祈祷会，1000多人在一起，大家都很虔诚。无常在瞬息之间希望这一场祈祷会能够安定人心。那其实不只是到高雄去办，是全台湾的慈济人大家都共同的来举办这样的祈祷会。所以也就是同一个时间，大家的虔诚一起上达诸佛听，希望真的能够天下平安，台湾平安，受伤的人早日康复，心灵受创的人可以早日走出阴霾。那从8月6号到8月15号呢，上人就开始在想，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做这个，所以就发起了第一阶段的安心福富足的家访行动，就是大街小巷所有受灾可能的、受惊吓的，全部有4大志业的同仁、志工的小就组成家访的小组，规划了上百条的动线。各位可以想象这么多的人，这么条的动线要怎么走不会重叠，哪一些家户？这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组织动员，总共走访了17386户的家庭，要去找出社区里面需要助学的、房屋损坏程度要补助的、生活补助或者是医疗关怀的一个家户。所以8月7号，这个高雄志工的一个去报告这样的一个家访，上来说一个里大概有上百上千户，家家户户都可以去看。手上带的礼物呢，就是带一个见面礼。走到家里面去评估是否需要补助。有的家庭没有任何损伤，但是心灵受到惊吓，那慈济人呢可以去帮他压压惊，安他们的心，这个就是诚与情的一个表达。然后送伴手礼呢是一份心意，因为大家当时一直在说，到底要不要给钱，到底要不要给？上人说先就是安心，要表达的诚意不是去做救济，是要去表达那个诚意。关怀与救济的情是不一样的，给他们祝福，让他们安心，同时要了解他们家有没有损伤，要用心的去记录哪一户需要帮忙，志工的能力要集中，一个里一个里的去看。上人说这样比较有效率，也避免重复，所以这个规划能力其实是要非常强。8月8号志工走来，所以上人是天天讲这件事情，8天以来不分昼夜，人间菩萨任何一个地方都走到，医院、殡仪馆，一一走到连里，进去里面做什么？坐一坐，谈一谈，抚慰了解到底要不要我们帮助带一点关怀祝福里去，最主要还给他们静思语那他们随手一翻就觉得，哎呀，这句话好像是对他们说，好像是上人在跟他们讲话突然心就安下来面对平常的日子让困难可以比较容易过去。8月14号志工早会，
那因为志工要去做家访，可是天气很不稳定，所以呢，刚好那几天高雄的气候就是一直在下大雨，整天到处都淹水，这个路到底要怎么走，很难走。可是慈济人就是有一份坚毅的心，步步难走，步步坚定。那个路线要怎么分？不要重复，不要迷路。各位，那个时候我们手机的 GPS 还没有那么好用啦，几乎还没有。你就是要拿着那个图。那光是访视的人每天都1000多人呢，这1000多人就去访视的每天有1000，这1000多人要分成好几个动线就好像来讲说前一天是348条动线，30几个里，4万多户不要重复这个实在是一个很不好策划。所以在当时那上人每天都在视讯里面看到，尤其是那个古丰泰师兄，他会很详细的报告今天在哪一个里，人集中在哪里，要走怎样的动线，游览车要怎么进来，然后人要怎么进去，每一项这个写下来都是一篇非常完整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家访里面为什么上人要这样地毯式的让他家，就是找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有的低收入户，有的老人家，有的残疾，有的孩子要注册，很困难。那过去我们没有因缘可以帮助他，可是现在因缘来了，我们就可以把他列入长期照顾户。那前一天访视了4500多人，今天就这样几天下来，大概1个礼拜，上人说差不多就可以结束了。那访视的结束不是救灾工作的结束，是因为访视以后才能了解真正重中轻度的损伤，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考虑要怎么发挥帮助的慰问。所以访视结束以后，其实就是普查，就是真的去访视。以前我们可能就一家一户，可是这一次太大了，所以要家家户户这样的去看，现在才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开始。所以8月28号到8月30号就是做第2阶段的安心福富足的发放，因为已经访视完了，知道大概要怎么帮助。那这第2次呢，有125条动线，又访了6000多户，有安心关怀就是轻灾的，有污损的祝福金，这是重灾的发放，然后要送一个福富足妙音的播音器，这个也是当初上人创发的就是说要有这样一个安心福富足的一个播放器。那这一次的家访，上人就定名为安心福富足，以知足最大富，感恩最大贵，善解最大智，包容最大慧，来祝福民众过着富贵又有智慧的人生。那这个安心福富足的妙音播放器里面有无量易经的寄诵，有这样的曲目，有祈祷，有爱与关怀，最重要的是这里面还有2段上人的开示，然后呢他们然后他们就可以听，可以帮助乡亲来安定心神。所以2014年8月28号的志工早会，那就大概已经过了将近1个月了。上人说全台慈济人核心和气户外协力，这一念心汇合在一起，及时的陪伴抚慰安心，这一段时间应该就是1个月的时间，应该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不过受惊受怕的人还是要再陪伴。那我们用安心福富足就是今天开始大家都有听到，我们要送给乡亲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播放器，要把无量易经寄送的文字还有音乐的唱诵送到他们手中，希望他们在播放的时候唱诵的这样美妙的一个音律他就可以安定安下心来。那现在他们最担心的就是经济要如何开始，很担心因为房子毁损，然后道路不通很多当时有很多慈善机构去做帮忙。上来交代慈济人要告诉他们安心，因为你有福，不用担心经济，已经很富足了希望把安心福富足呢送到每一个家庭，送到害怕的人手中，还要教他怎么开怎么听，大家要有默契。所以慈济人还要学就是你要教跟学。那这个安心服务组是哪里做的呢？是深圳，从大陆的深圳做这个机器的厂商。那做这个机器的厂商你没有办法直接进口，所以这个东西送到桃园它是分开的，要一一的检验要进这个海关，它一一的检验以后回来，我们还要一一的安装，再把它组成所以呢要一个一个的听有声无有派去无这有没有故障等等就整个要这样子，只有3000多个才可以真的送出去。8月31号志工早会，高雄气爆满1个月了。虽然说有的人心疼
有的人身体受伤，有的人受气爆影响，家具、店面、房屋有轻重的损失，30天了，真的是很难熬。慈济人到高雄没有一天停歇，好，那就听到了有一位太太黄桂玉，她说他们住在30楼，各位你可以想象，千万不要买太高的楼，整栋大楼断电了。慈济人5、6天的时间，天天爬楼梯送饭去他家，爬上去再爬下来，各位可以想见吗？他非常的感动。所以慈济人到了那些人的家里去坐一坐，聊一聊，教他们怎么用安心福富足然后要怎么按然后再来一个呢，是一个79岁的阿嬷许张切阿嬷，她很可爱，她把慈济人的妙音打开，她就听到师父在跟她说话，她就说师父安尼甲阮讲话但是我拢还袂甲师父讲谢谢呢，我还袂甲师父讲话呢。伊感觉讲上林你甲我安尼讲，我拢无甲你讲，79岁所以我们的雪珠师姐就很有智慧啊，她就说好，我互你甲师父讲话伊就甲迄声甲伊降较低一点，就互伊讲啊，阿嬷就开始甲师父讲话，他就对着那个服务组甲阿嬷讲，师父啊，你遐无用你安尼甲阮关心足努力足感恩其实你知道老人家。上人因为雪珠师姐也有放给上人听，师父讲过落去都唔知影，阿嬷也不知道他要讲什么，都一直讲感恩啦感恩雪珠讲有啦，师父拢有听到，拢有收到一边说一边流着眼泪，真的是很真诚的这样的一个感动。还有一个阿公81岁林顺老阿公，因为我们现在做那个现在文史跟那个编纂，我们做什么都要找出到底是谁不然说我们在编故事。上人说他以为这个阿公是接到慈济的慰问金，结果不是，他捐出了1万块，他是受惊吓，慈济人去关怀他，去押金。他其实自己有2个儿子，但是他很独立啊，他自己住外面，他的花费就自己去捡回收，一天差不多1块钱，慈济人要收他这1万块，很舍不得。你想一天100多块，1个月才3000多块，可是他很诚意啊，就是要让他种这个福种好，8月30号在高雄净思堂，我们办了2场善解聚福缘、安心福富足的祈福会。9月1号要针对重灾区的家庭来展开助学的一个补助计划。所以9月2号志工早会上人说开学了，最放心的就是每一个孩子可以及时的去注册。大概有138户，有196个学生不用为了这一次休学。这是上人最开心的事情。还有污损的慰问金或生活的问题，我们都有一一的清楚的去了解。总而言之，这一波30多天来已经很圆满的圆圆。那上人也讲到说，前2天的这个祈福会啊，真的是让大家安心，就是苦济白以复为说法，引导人人可以走入法，得到这一份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安。所以也是这一年啊，上人2014年高雄气爆，还有很多的空难，所以在2015年，我们大概都2014的岁末的岁末祝福的对联呢，是诚之情谊，人间祥照，教之殷实，造福富足。这一年想的所有的对联，上人都不满意。这个对联是上人自己写的，所以拿出来的时候，大家开始一直在念这些艺术，所以要很努力的去跟大家做解释，真的是诚之情谊，所以以诚以情嘛，人间祥照，教之殷实，造福富足。所以2014年12月7号，中区委员联谊会，这就岁末的祝福了。所以上人就解释说，今年要具体推动的就是诚之情谊，人间祥照，教之殷实，造福。教育要用很殷实的诚意，要让年轻的一代那一念心很光明，方向要正确，人心才会富足，才能为人间造福。不是有钱就叫做富，如果有钱心还贪，那就是无底洞，就是黑，黑比假更可怕。希望今年是瑞兆，而且是光明千兆。是日已过，时间不要空过。如果空过，命跟法是两相空。那我们的生命就是要多造福，多修福，福慧双修，才能够人间祥照。好，希望大家用心、用爱互相教育，互相照顾好这念心。好，那12月8号上人在彰化区岁末祝福。好，再一次的讲，今年的主题就是要努力在人跟人之间加强诚恳的情。菩萨叫做觉有情，就是觉悟的有情人，是至情至爱。人间要祥和，家家户户要平安，要看每一个人的心。所以要推动诚之情谊，社会自然就会有祥照。那我们要为大家做典范，不是有形的教育，还有社会
家庭、人心的教育哈。那宗教其实宗是人生的宗旨，教就是生活的教。从学校、家庭、社会，人人都要用殷实的态度，每一天的成语心法，证明大家都有在精进。既然有精进，法就一定要入心，而且要行在法中，这样你就会成为做人的典范。诚正信实的用身教来教育，就是教之殷实，就是造福富足。台湾以善以爱为宝还不够，还要更用心来推动净化人心。所以我们关怀前镇跟苓雅区35里，总共35里，走访了18000多户。那后续的关怀还有500多件，总共动员志工43084次，仅次于921大地震，是一个非常大的、很短时间内的非常大的动员。所以慈济人呢，在这一次我们也看到高雄的耆宝走在最前，陪伴到最后，也看到医疗团队随时在灾难的现场守护健康、守护生命、守护爱，还有最重要的上人给我们的安心福富足哈，能够让大家苦济拔蚁，复为说法。所以我们要以诚以情、以善以爱来净化人心。感恩各位。